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上期面具人对加密货币行情给出了比较保守的看法，在这种庄家不停的高频短波震荡的行情下，赚钱确实难，合约就更不用多说了，久赌必输，对吧？现货都赚不到钱，你合约怎么可能赚到钱呢？如果说打顺风的情况下，或者是大逆风的情况下啊，你有大方向，你做合约还有可能盈利。可是，在这种上下高频率的震荡的行情之下，你合约无论是开空还是开多，你都是被爆的份儿。其实现货啊，在这几天赚钱的空间也不大，涨幅呢，你能把它吃到2-3个点都已经算很不错了。庄家们现在都是做的是高频短波交易，你想像之前那种，动不动涨上5个点、10个点、10几个点啊，或者是跌上10几个点，那倒有可能啊。涨的话，真的就是1个点、2个点挤牙膏，说白了就是没行情，大家都不好受。不过呢，大家也都别灰心，行情马上就要来了，那就是25号，明天。鲍威尔会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这是决定25号当天，包括之后的几天是涨是跌的关键节点。那么鲍威尔到底会怎么说呢？是说好话呢，还是说坏话呢？嘿嘿，今天面具人就会给出我的分析。我觉得是比较准的。顺便呢，我还会讲一讲我对比特币、以太坊的链上数据的一些判断啊。OK，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甚至是亏钱了，那可不能怪我哦。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那就是价值0.1个以太坊的召唤石1颗。然后呢，恭喜一下这3位幸运观众参加每期节目的幸运数字开奖啊，获得了价值0.1个以太坊的 Internal Brawl 的召唤石1颗。详情呢，请登录 spaceguild.io， 把你们注册的 Space 通行证的邮箱留言给我。还有2位朋友没给我留言啊，你不留言我就没办法给你发奖。你在我的这个置顶留言区回复你的邮箱就好了，我就能给你发奖励了。这样吧，赠送召唤石的活动我再增加1周啊！你们把我节目中说的那个随机的神秘数字，包括你的 Space 通行证和邮箱留言给我，我还是会从中抽取1名，抽取3名吧，赠送价值0.1个以太坊的召唤石1颗。中奖率很高了啊！3名幸运儿。大家多多参与，我有时候会忘了说幸运数字啊，可能这一期我不会忘了就是没有数字啊。好，来讲正题啊，关于鲍威尔明天会说什么，我们其实可以从过去的走势以及美联储过去的态度来判断一下。首先呢，在前1周多一直是处于大中小连续跌的情况，是吧？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为是因为前段时间美联储放出了鹰派言论而导致的，当时说要加息75个基点嘛，所以说市场就受到惊吓了，下跌的比较猛。这还没过去多久呢，你看美联储又要放话了，25号的经济论坛又要讲话。不过这一次呢，我认为美联储不会说太硬的话，甚至会说好话。为啥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啊。无论是远古超低的那种盈利筹码，还是说高位套牢的筹码，每小时的抛售量都不足200个以太坊，不是200个比特币啊。那这证明这什么？这就证明了外部资金没怎么想进场买，而已经进场的卖的也不多啊，买的不想买，卖的也不想卖，就是这种状态啊。比特币就是这样，现在就是说白了。流动性不太行，手上有的也不想卖，有钱的也不敢投资，而以太坊目前的状态也不容乐观。虽然说32个以太坊的那种验证节点啊，
这个量是突飞猛进的，包括持有1000枚以太坊的地指数也已经达到了10个月来的最高点。但是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么多人买以太坊啊，持有地指数也是一直上涨，一直爆表。可为什么以太坊的币价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是略微下跌的呢？这有可能证明了啊，以太坊的项目方，包括他们项目方合作的一些庄家机构吧，对以太坊的币价信心并不是很大，对接下来的市场行情也不是很看好，或者是他们那些项目方呀、机构呀、庄家急着用钱。虽然说有很多人在买，可是庄家们、机构们一直在套利，有可能啊，也包括了所谓的以太坊基金会。我之前查过一些 Glassnode 的数据啊，以太坊基金会确实是在大量的出货，所以呢，这么多人他们一直卖手里面的币嘛，就消耗了这些矿工们把自己的显卡卖掉，买成32个以太坊压验证节点，很多人都看好以太坊2.0，然后都去买质押，对吧？就把这个购买能量给消耗掉了。而交易所的以太坊的存量并没有减少太多，这就证明了抛压依然在。综其种种的各种数据因素啊，也反映出了市场对以太坊的信心不足，甚至就是以太坊它自己的庄家老板们对以太坊的信心也不是很足。他们要不是急着用钱，要不是想急着把币价给搞起来，杀矿工抢夺资金。他们不怕自己的币价不稳，他们何必现在就急着搞什么2.0合并嘛，搞什么 merge 嘛，对吧？现在搞和过2年再搞，等它分片技术成熟了以后再一块搞不也行吗？他为啥要现在急着搞呢？很显然就是因为缺钱啊！而且现在市面上不管是以太坊还是比特币，很多人都在观望，不敢直接买，甚至有些亏损的人他还有一定的小期待。他也不想现在卖掉割肉，这也反映出了很多人都是想等鲍威尔在明天放完话再做决定，是买还是抛。庄家也是准备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做出是拉还是砸的决定。其实币圈现在流动性差的话，拉砸都很容易，那具体还是要看美联储的态度才能决定是拉还是砸。那究竟是拉还是砸呢？鲍威尔到底是会放狠话还是放软话呢？我们也不能仅仅从结果去反推，尤其是仅从币圈这么小的一个圈子的结果去反推啊，市场怎么消化了啊？怎么提前做出反应了？意义不是很大，只能有一点点的指导意见。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美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实际上呢，鲍威尔放狠话放软话，很大一部分要取决于美国现在到底是否经济衰退了。照面具人，我的观点认为啊，美国现在已经是陷入经济衰退了。美国8月份的房屋建筑商指数跌到了49个点，目前呢是处于收缩区域，经济学家估计的读数为54，比预期还要低。房屋的开工率下降了9.6%，单户住宅建设同比下降了18.5%。也就是说，美国的房地产现在是非常的惨啊！那一说到房地产，其实不单是美国啊，中国、英国、法国、日本都一样，都在衰退。中国的房地产现在也惨烈得很了，比美国还要惨得多啊！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疫情，还有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因为美国想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为啥？全球大家都衰退了，美国衰退的不那么剧烈，大家衰退的比美国多，那反而就是美国赢了嘛，对吧？既然大家都没有能力往前冲，那大家就比谁退得狠嘛，是不是？经济拉不起来就砸，但是美国也不敢玩得太狠，加息加太狠了以后，美国就会陷入滞胀，届时美国的各行各业就会系统性的萎缩了，那就会导致美元还是会暴跌说到这儿了高盛给出了一个美国现在的经济观点鲍威尔到底会不会放狠话高盛认为是鲍威尔前一段时间的鹰派言论只是说说而已，
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先降低人们的心理预期，让大家觉得啊，接下来马上加息会加得非常狠了，从而呢，大家就会提前消化掉所谓的75个基点的加息能量，然后呢，美联储在之后多次加息50个基点，而不是一次性加息75个基点，等于说是啊，我先恐吓你一下，我告诉你啊，下个月要加息75个基点了，你们都要完蛋了。但是呢，我下个月忽然又告诉你不加75个基点了，加50个基点，然后呢，市场就会觉得啊一片利好啊，不加75个基点了，就跟面具人我之前说的那个理论是一样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本来说我要砍你2个胳膊，最后呢，我忽然说我善心大发了，我只砍你1个胳膊，你还要感谢我。所以说呢，美联储它现在玩的是一种口水加息战、心理加息战。它既不敢加太狠，但是呢，它又想把加息的能量释放到最大啊，把这个效应最强，把加息的能量发挥的比50个基点大，破坏性比75个基点小，这样目的就达成了。所以呢，根据美国的宏观经济面以及现在币圈的一些反应啊，面具人我是愿意压一波，25号，也就是明天的也算是后天的凌晨吧，北京时间，鲍威尔会出现鸽派言论的赌注的我就压这个赌注，应该就是明天，具体时间我好像忘了，反正就是明天啊。你今天买也可以，就是说你现在进场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甚至是 ETC 是有可能能博到5到8个点，甚至10个点的利润，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一次操作毕竟是投机有点赌性，我建议这种赌博不要超过你的半仓，最多也就是3、4成仓位了，并且呢，老生常谈了，你买任何币的时候，你都要想好，给自己许下一个承诺，不要贪你买的时候就要决定你想赚多少，赚3个点还是5个点，一旦达到了目标以后，多1个点你都不要贪，立刻就卖。并且呢，你要想好你能承受多少个点的亏损。比如说你现在投了10万块钱，你能接受亏个5000、1万那你就投。你要是接受不了，那毕竟是风险市场我们能做的是通过各种的数据面呀，包括政治面呀，去判断它的大致走向，减少我们的风险，增加我们的盈利机会面具人我也不会告诉你那什么 K 线什么走个 X 型呀、Z 型呀、Y 型呀、股钩形态呀，没有用你总是拿结果去推演未来，那是相当荒谬的好，这是币圈的情况。最后呢，我还想来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可能是今年最好的生态项目。币圈现在说白了就是一个庞氏游戏但是呢，这个庞氏游戏它迟早会有尽头的。对不对？它必须转向为以服务消费为导向的。你光靠前人割后人，大家互相骗，最终就是一个内卷，互相完蛋嘛。但是面具人，我发现了一个真正是在做全生态的一个公司、一个项目那就是 Space 公会。这个公会旗下推出了很多款主打可玩性的游戏，当然了，大金和博彩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第4季度会上线2款直接可以玩的手游。并且呢，这个公司它走的是炼游加传统游戏兼容的模式。既然人家有底气做传统游戏玩法，那游戏的品质肯定没得说，因为传统游戏注重的是消费你不好玩谁来消费呀，对吧？而且呢，你们想一下炼游打金，然后有传统游戏消费，那这个泡沫就不存在了，那我们的所有投资都是有价值的。各位，你们现在购买5颗召唤石，填写我的推荐码，就可以获得高年化无泡沫的那种通用10几款游戏的平台代币的 IDO 名单。人家以后要充游戏，想买币找谁？只找你，因为项目方所有的币的合约，包括 KYC 都是审核过的，项目方裤裆里面没有藏货，砸不了盘，明白不？所以说，只要有人玩游戏，想要充钱，必须得找你。那你手里面的币会不会升值？你自己想一下。而且呢，
你参加了 Space 平台以后，注册了它的 Space 通行证，你就可以玩它所有的游戏，还可以参加公会任务，甚至能白嫖它的 NFT 代币以及苹果手机。项目本身它的安全审计和 KYC 就摆在那儿了，人家不存在跑路的可能性啊，是在全球最大的审计公司里面有备案了。各位，你们想一下嘛 ，Axie 的宝箱2年都翻了100多倍了，这一次人家是1个币通用10几款游戏。你想错过吗？废话不多说，链接和我的推荐码我就放在留言区，好不好？你们自己点进去看嘛。至少你每天点一点，做每日任务，还能拿点奖励，这些奖励都是可以变现的，对不对 ？OK， 如果你们想要得到最及时的点位，紧跟我的操作，或者是跟我布局我接下来要重投的10倍、100倍的项目，不想错过发财的机会。那欢迎你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跟着那些什么画画班呀、土狗激情群呀，今天梭哈个这个项目，明天梭哈一个什么前人割后人韭菜的或者是看什么外形 X 型 K 线的，祝你好运，继续研究玄学吧，拜拜。666